民进党下令，党工只要协助民众申请普发1万啊，罗志祥就把赖清他们拿到民进党的函给这个给谁啊？各县市党部本党公职人员。哦，为使民众充分了解啊，普发1万，所以意思就是要去社群平台宣导公职服务处亮君的服务处要挂明显旗帜，要帮助老百姓啊来申请啊等等哈，我是宣导了。那个罗志祥说，你们如果大罢免失败会发吗？大罢免成功会发，因为现在大罢免失败，所以要发嘛。大罢免成功的话，立法院就把它否决了，根本就不用发了。那何伯文喊说，民进党政府普发1万。网友就洗他的版说：“哈，你当时不是要拒领吗？怎么现在当时说拒领，现在又说是普发呢？哈，所以呢，以前就说是这个卓荣泰说普发现金违宪，举债破100亿再留子孙。秘书长林右昌说呢，蓝白立委无视宪政，破坏权力分立，强力通过普发现金，是用你的钱买你的票。那沈伯洋说普发1万元是共产党的招。”先穷台再统一，我这各自去讲一些这个奇奇怪怪的话了哈。青鸟现在反转，说蓝白好意思领民进党发的1万吗？就说这现在是民进党政府发，没错，是民进党政府发的。说你蓝白好意思领吗？是我们民进党发的呢。你好意思领？喂，记得当时不是说有人说不要领吗？对啊，有很多人说他们对，我觉得蛮好的，就看到时不领人有多少，我觉得这些人真的不错，我们可以统计一下哈。那现在开放登记了哈，所以经济部长龚明鑫推玩国旅逛3圈希望民众避免替代消费，就是花钱了把它花掉了。网友就说你搞清楚国旅1万块够吗？一家人国旅现在蛮贵的，住个旅馆可能就7、8千吧，5、6千、7、8千都要有，对不对？好的话1、2万了哈。那你怎么国旅钱不够？你多发3、5万还差不多了。网友说多发一点钱，网友说买菜都不搞对不对？所以你发个3万5万我们还去玩一玩还可以我们看一下，带我家人一起去旅游一下，就是国内的部分。经济部也有一些这个商圈的一些推广活动我们来配合一下。据了解，经济部已洽谈旅游业者，近期将推出商圈结合国旅的相关活动。不过目前已有不少饭店业者推优惠，像位在北市的 JR 东日本大饭店吉祥和牛1泊20住房专案原价破3万，现在只要1万块。国联大饭店的1泊20景观套房原价2万7，现在下杀1万元。凯达大饭店也有优惠，而普发现金要防诈，民进党中央也下令。因为我是党的秘书长，我要求我们所有的党公职人员，也拜托他们，在他们的服务处要挂出这个布条，你就可以进去，请他们来帮忙你。不过此举也被蓝营立委罗志祥痛批，总统兼主席的赖清德发公文收割普发成果，很恶心。民进党想放下过去，不过国民党可没打算让绿营轻易翻页。好，来，这个宜珍怎么看？这个民进党的双标真的是双标无限哈！你看得出来，这个普发现金1万，一开始呢双手一摊说没钱，后来说违宪，再来穷台还有什么这个是共产党的招这是花钱就罢免再来到后来还说要拒领。接下来呢，现在就变成一个暖心这个德政的一个政策，所以这个民进党呢，这个转弯实在是转得有够快的。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民进党中央的这个公文呢，其实我也有收到一份，我想说哇，这个真的是转弯有够快。他要这个各个的这个党籍民代呢帮忙宣传，而且还非常贴心的指出了你应该要怎么帮忙宣传，包含你这个社群要发文不管脸书Line IG 等等的，甚至呢他还很贴心的做好了图卡，就说只要把你的这个照片呢放上去，你的职衔放上去，你就可以转传了有这个所谓的文宣 AI 岛，我在这个亮君议员的这个脸书上也有看到这样子的图卡，甚至呢还不止如此，这个服务处呢还要挂布条、挂旗帜，还要设这个便民服务咨询站。哇，这个政策真的是宣传的沸沸扬扬的，所以你看得出来，现在这个是党意不可违。反正赖清德他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说不要发就不要发，他说要发就是要发。那很多的党工，我听到非常多民进党的党工，其实就有点抱怨，就说反正你这个就一下令，我们就全部都要做。那但是我看到这个龚明鑫部长他讲的话，说他要去国旅他要怎么样？刚刚我们大家在讨论说1万块真的够吗？不是买菜遥扣飞机就花完了。我听到我非常多周遭的朋友反而是说我要存起来，因为呢我发
发现这个物价那个节节攀升啊，所以我不敢现在就做很多的一些娱乐啊或者消费就用掉了。只有民进党这些真的月领20-30万以上的高官才会觉得说我要用这些钱拿出去玩。来，亮君。这个我讲一下啊，就是大家现在讲说啊，这个怎么感觉好像一瞬间又变成这个民进党的政绩？老实说，我就刚刚医生讲嘛，我的脸书上面我有贴这个图卡，然后我甚至还有拍教学影片做这个事情其实只有2个目的啊。第一个是这政府的政策好，那现在就是发了，那发了之后要不要宣传？因为在野党也一直讲说啊，民进党这个政府要赶快在什么时候以前要赶快发嘛，那所以呢，大家讲说没有，因为。大家民众有想要领的人嘛？那想要领的人，他想要知道要怎么领。那政府这个讯息当然要传出去。那要领不领？要领不领？那大家自己决定啊。对啊，要领不领，大家自己。他看完我的，他决定他还是不领，那就不领嘛。那只是说到底要怎么领，这个过程，这个程序要怎么领，让大家知道。第二个是现在诈骗真的很多啊。我最近真的是也有收到有一些长辈就传来，就说那个网站啊，有的前面还给我用什么逗点去假冒那个。.gov.tw 的那个所以确实这也是不是要政策宣导，这也是要好，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面，现在当然就是普发现金1万，那现在在政策上面有这样的宣导，我们就来宣导。至于民众要不要领，那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嘛。譬如说以我来说，我就没有领，我就不会去领。那每一个人要不要领都可以自己选择。可是这个政策发下去之后，想领就去领。但是同样的，你要讲双标，那么中央到中央过去这也一直不断的强调，在国家的财政上面有想要做的建设，然后当然国家也有国债要去还。那所以我们讲说在财政状况这会受到冲击，这当然。那你说在地方县市政府，以台北市为例，不管是国民党党团或民进党党团，在议会里面也都有要求蒋万安市长要去评估说，那我们台北市的财政状况是不是也可以以台北市来去普发这个超征的税收来给市民？那当然蒋万安市长他有他自己的评估。那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能在中央大家这个在野党的时候你们就讲一套，然后到了地方的时候，地方又要还税，又要还债，那国家就不用还债嘛。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议题上面就可以去讨论啦。梁乃金。其实这件案子这个普发现金走到今天其实就是民进党一个进退失据的现行计了哈。我觉得其实刚才比如说亮君说他自己就不会去领这1万块，我倒觉得也不必啦哈。就说既然呢民进党呢自己呢后来呢幡然悔悟已经就认清了这样子的一个民意的这个现实的时候，你既然就已经决定要发这个1万块现金了，我觉得比较糗的是卓荣泰，你都已经决定要发1万现金了，你当时不是还爆发了世昭会法师说什么不应该领这样的一个事情，就转来转去，转到现在这之间，终于发了之后呢，民进党的上上下下的议员呢，急着呢去贴那些的说明来做这个宣传。那我觉得国民党应该是很高兴了就是现在呢看起来当初被骂得很凶，那现在他们急着要去收割，国民党心里面难免有很酸但是呢难免会酸的，觉得会去笑民进党这群人这样的行径。可是我觉得这个普发现金1万块就是一个国民党呢他坚持他要做他该做的一个政策，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可是呢国民党自己也不要忘了，在当时呢为了影响，因为民进党的这个宣传呢太那个铺天盖地的负面宣传太强而有力了，然后呢那时候又是发生到那个税的问题，不是吗？就关税的问题，到时候那个关税还没有确定的时候，在表决前夕的时候，国民党一度缩手嘞，国民党一度缩手了，说要不要发这个普发现金1万，在那个里面就缩手了。要不是赵先的时候呢强力的支持就国民党呢不会真的是把这个1万块的普发现金呢弄过关然后再加上呢，我们刚刚前面讨论到的，就是有关于公教年改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公教年改，国民党跟民众党现在在这个会期里面要还他们选民的一个公道，还他们支持者的一个公道，对国民党来讲比较是如此然后普发现金这2个案子呢，就要告诉国民党一件事实，就是说，你作为最大的国会的这个在野党你就应该要坚持你的主张和政策
哈，不需要呢再去面对民进党的那些奇奇怪怪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手段和铺天盖地的这样子的一个负面的宣传的时候，就因此丧失了你的立场。你只有坚持你的主张，对于你选民有所交代，对于整体的国家的整个的发展的路线呢，负起你应该负的责任，这样子就对了。不要又在下一次的一个攻防的战争之中呢，因为承受不了来自于民进党的一些的铺天盖地的宣传，所以丧失了你应该为民众争取的权益。否则的话，民众选你们当国会最大党是到底的目的在哪里？海金刚刚讲是这样，我想起来，我都忘了啊，就是我在节目当时有说，当时的确国民党有动摇，1万块大家不要发，党里有不同的意见。刚好有党团的负责人在节目休息的时候跟他们讲，我说你要坚持，你不坚持，我在节目天天骂你们。哦，后来我节目也讲，他们说不会，明天开短道会坚持，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你既然决定了，就坚持到底，不能说这是那有场危机就改变了哈。改变的话呢，你该得的票你也得不到。哦，你该丢的票也丢了，就变成这样子。所以政党、民进党一样，他有他的立场，国民党有立场，民进党有立场，每一个党都有自己的立场。有的时候可以妥协，有的时候要坚持。休息下再回来。好，陈亭妃选台南市长啊，叫争取提名了哈。第一支他的这个短 CF 曝光了啊，那他争取初选能够出现啊，他10秒很短啊，现在都不要长的啊，要短越好哈。那以第一视角记录孩子，他以台南是首位女市长为口号，希望争取出现的机会，因为现在女性出头天啊。昨天纽泽西啊、Virginia 啊，这选出来的这个州长也都是女性啊，哈，日本也是女性啊，郑丽文也是女性啊，所以女性出头天，那台南市应该出一个女性的市长哦，陈亭妃用这个台南第一女市长哦，陈亭妃哦，那另外呢，这个谢龙介哦，到底有没有影响台南初选？因为民进党说谢龙介影响民进党的初选，谢龙介说号召他都。只要民进党做调查都讲我要支持谢龙介，不就好了吗？啊，那陈亭妃说自己已经5战5胜了，现在能不能6战6胜？哦，他希望能够6战6胜。哦，谢龙介呢，这个有没有支持另外一个候选人？啊，因为陈亭妃就是说他最不希望跟我对选，因为呢两人过去对阵，我跟谢龙介是5战5胜，谢龙介害怕。我会6战6输啊，会不会他自己会6战6输，我会6战6胜哦，等等等等啊，所以呢，他说台南37个区从过去我就成立自己的后援会，运作到现在，所以像个大家庭一样的深化哦，大家会帮忙留意在地的声音，我就尽力去服务，争取给台南市的经费啊。那另外呢，南部有7个民进党立委联合举行记者会啊。许智杰有邀林俊宪同台，但是呢，缺陈亭妃啊，林俊宪有在啊，那所以南部的7个民进党立委，那他没有受邀，陈亭妃说免想伤济，不用想太多啊，每个人在关键时刻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不要做太多的揣测，党内初选会采取和平、最能让人民放心的方式来进行初选啊。然后高雄哦也很热闹哦，那这个初选升温，邱意莹在第一场在旗山大造势啊，旗山啊，那他们就3嘛，旗山、冈山、凤山这3个地方非常重要。其实韩国也模式，当时韩国这3个地方造势越来越热，所以呢前2天啊，这个林岱樺也在冈山造势啊，在冈山造势啊，林岱樺因为他们最后可能会回到凤山去啊，把这个场子再吵起来哈，所以呢，林岱樺在冈山，邱意莹在旗山啊，大造势哈。那现在有4个候选人，许智杰、赖瑞隆啊，许智杰推行中小企业的座谈，中小型的座谈，深入基层。赖瑞隆呢说，在旗津福寿宫前面要举行第1场造势。林岱樺呢，11月20号第2场造势也在旗山，你看冈山、旗山，最后他会在凤山。哦，那邱意莹宣布11月15号在
大本营旗山店区办造势我们看一下。谢龙介委员其实要关心自己，不用太关心我们他在脸书的直播，或是 YT 的直播，或是上节目，很多时候都特别关心我们的初选。那为什么你这么关心呢？你是在担心什么？害怕什么？那我也知道，谢龙介委员最害怕的就是陈亭妃，因为害怕6战6输陈亭妃，这是他心里最担忧的地方，最害怕的地方。蓝玉敏。我觉得台南的选战大家高度关注高度关注主要就是现在陈亭妃她其实民调上面比林俊宪是来得高，而且高出不少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这个初选办下去，如果真的公正、公平、公开，那这个应该胜选的会是陈亭妃但是赖清德的好恶也非常非常的明显他已经几度就是当众去这个指责这个陈亭妃了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大家都已经知道说赖清德属意的人选就非出现不可嘛，所以我个人会很好奇，就是说他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把陈亭妃再拉下来？那本来这个司法可能是这个民进党现在会去操作的一个方法嘛那到目前为止，陈亭妃本身并没有什么样的司法案件，但是之前是那个议长有这个司法案件，但是他也很戏剧性的1审重判，2审其实是无罪了。那所以台南的这一个，我觉得整个变得非常的诡谲。那的确在台南，如果在民进党里面，陈亭妃她是比较受好评的，她真的她很拼啦就是说她在那个基层她现在是连在这个台南念书的年轻人都知道陈亭妃其实比林俊宪还好，就是说年轻人也觉得陈亭妃就很努力，就到哪里都会看到陈亭妃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是声势不弱。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如果陈亭妃不能出现，那台南这一局真的就国民党的机会可能就会大增因为支持陈亭妃的人恐怕会泄气。那不只是台南这样子，高雄我觉得民进党初选也有同样的问题。从本来民调第一的林岱樺，然后他被打压，就是变成是司法的追杀。但是冈山的那一场造势活动，让大家看到了，就是说，是不是高雄人对于林岱樺而且他在那个会场上面，他声嘶力竭，然后那个踢弓背那一幕就是有一点打到大家，觉得说，他这样被压迫，就是会同情他，开始那个同情票、同情效应可能会出现。但是呢，林岱樺可不可以出现？也当然不可以啊。这个在赖清德的心目当中，他最喜欢的就是赖瑞隆。那赖瑞隆坦白讲，他的魅力比起林岱樺，比起邱意莹，他真的是就是比较不亮眼的人我必须这样子讲，就选举上来讲。所以大家其实也会看民主进步党的民主到底在初选的时候，在台南、在高雄可不可以完完全全的落实最后他出现的人是谁？这当中还有什么戏剧化的过程？大家真的还可以仔细观察。我觉得现在当然这个民进党一直以来都有非常完善的初选制度啦。那你说当然在地方上面各种不管是民调也好，或者是基层民众的这些反应也好那大家各有千秋，每一个候选人都有自己的支持者那你说这个是不是有这个主席比较青睐谁？其实因为台南或者是高雄这些有需要做民调的这些县市首长呢，他们都还是大家都是在公平的起跑线上面了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初选的制度，那你符合条件的没有受到限制，你就去登记，时间到了大家就是用电话民调，那最后谁出现，民进党大家就会一起团结来支持所以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候，大家各自就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啦那但是在这个时候当然也不用说要特别来见缝插针，那民进党的初选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公平、公正、公开的。我补充一个我刚漏了讲，就是说前一阵子有一个内参民调说赖瑞隆赢了其他20%，我现在觉得其他候选应该差了蛋了，就是说民调不知道怎么做的。如果说赖瑞隆可以赢林岱樺跟邱意莹20%，这个内参民调，邱意莹有说他做的跟这个不一样对啊，差距很大。那万一有搞一个不公平的民调，我不知道怎么收拾我觉得现在台南比高雄的选情更加诡谲了，因为高雄就是等待2男2女厮杀一番以后，然后柯志恩就跟你对干。台南这个陈亭妃跟谢龙介
两个叫做啥你知道？叫做先变先海西高这天，你听懂吗？为什么海西搞这天？高这天就是赖清德嘛。那这个齐天大圣在操盘的，但是你们搞成这个样子，我齐天大圣真的没有办法。但是你看陈挺飞这多年来其实已经很厉害了。他不只说地方的经验很扎实，他的 EQ 非常好，你永远难不倒他。你问他什么困难的问题，他都回答个实一当当。真的，我真的佩服这个家伙厉害啊！但是所以谢龙介他一再的讲，他不怕林俊宪，他怕陈挺飞，他认为如果最后照规矩来，这陈挺飞出现，他赢不了。所以他现在就改成讲说，我不跟你们斗的，我的对手就是赖清德，是吧？所以我在这里公开向郑主席就建议啦，我跟你讲你不要一天到晚打王阿扁主意，说要他去选嘉义，他去嘉义选不上，而且他因为选不上，就没有这个意愿了，派王玉敏到台南辅选谢龙介，这一招非常好，你知道，因为谢龙介明显在某一方面有手缺了，派王玉敏下去刚好补成一块。这个不是金童玉女，这个是野兽玉女，你知道吗？所以非常搭得非常好。那个我想讲一下，因为我刚看一份民调，说这个地下赌盘有一个新的民调出来，说这个民进党的高雄市长可能是赖邱之争，但我仔细去看一下那个民调，非常诡异他说呢，这个赖瑞隆跟邱怡莹大幅的领先柯志恩嘛，然后呢，这个赖瑞隆有47.7%，然后邱怡莹有46%，所以我就仔细去看了一下他们在这个政党的比例的部分，居然国民党只有12.7%。然后就是在支持度的部分，然后呢，民进党是37%，那我们的支持者在这份民调里面占比是7.6%，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支持度可能跟国民党差不多，但是国民党的支持度显然落后于他们现有的应该的支持度。可是这份民调丢出来在干嘛？就是这个标题非常的清楚，就在告诉大家说，不要再管林代化了，我们现在就看这个赖跟邱之争就好。所以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动作在干预这个他们的这个党内初选，我觉得大家真的要看清楚、想清楚谁才是比较好的人。休息一下再回来。不过那个。好，台中市这个卢秀燕昨天90度鞠躬道歉2次，说防疫做得不够好了那而且让大家担心，非常不好意思造成大家的辛苦那以后呢会以此为鉴，将来会更努力来报答大家那另外呢，这个卢秀燕在疫情以后第一次到议会报告然后再次鞠躬道歉，说病毒一定是外来的。解封后，台中市还要自行要加严，当然病毒一定外来，本来台湾没有这个病毒嘛，只是从哪里来到底中国大陆来、越南来，还是其他地方来那另外呢，这个说这个养猪场虽然猪都没有了，但是他到处检查看到底有没有病毒，还有3个地方验出有非洲病毒是阳性，所以这个病毒也是很顽劣那专家建议台中无锡厂不要再养了啦不会再养了，因为你再养，不过病毒要多久死？不养空了多久以后可不可以养？它永远不能养那另外呢，民进党委员就吃肉燥饭、控肉饭，说卢妈妈把猪还回来，因为他们前天有说，那个好像是那个民进党秘书长说，徐国勇说，卢秀燕还我猪说终于还了他们都可以吃卤肉饭了控骂崩那解禁后，云林拍卖出第一条，他们那个猪都是卖第一头的猪，132公斤，一般猪大概125公斤，所以这几天因为没有对多养2个就重了所以有的搞不好到140公斤不一定但这头第一头猪是132公斤每公斤99.66元他们猪都这样拍卖出来的那另外呢，说猪价可望维持95元，比禁令前略低，因为现在多了
哦，39万头啊，这段时间没有杀的有39万头，他说希望在明年以前慢慢释出来啊，所以呢，猪农就担心，如果又有第2波疫情，恐怕就真的不养了，哦，养了真辛苦，哦，真的是血本无归啊。那到底要不要用厨余养猪啊？那卫福部说2个礼拜要去查核全台湾的厨余养猪场，看看你们到底有没有按照规定哦，有没有按照规定去煮啊？90度到100度要煮1个钟头，还叫搅拌呐，要搅拌呐，让它受热能够均匀呢。而且现在说即时要上传啊，你怎么到底烧的？你要上传给这个主管单位来看呢？你真的有这个，因为台中那个连那个煮的设备都坏了，他还骗说它是好的等等哈。那这个不害到自己嘛？你最后就害人害己，害到别人，害你自己，你就200多头猪通通死掉，那这损失多少呢？还被收押啊！我们看一下。猪只搭双层连结车1节不够，还多加挂1节。载猪车一辆接着一辆进入台中大安肉品市场，7号终于可以拍卖猪只。猪农半个月没有收入，等不及了。今朝做咩？惊哪个？我个无趁，等足久的啊，等足久的。猪啊，拢大只啊，拢过肥啊，见到卖落啦，介绍啦，落落来就足食力的啊。焦躁的心因为猪瘟后首度拍卖，就怕价格下跌。彰化西湖肉品市场还发开市红包给大家鼓励鼓励。红包呀，这个包，这个包。能卖猪了就是开心，前10名买主就能获得1包600块红包。好，大家吃昂一个庆开市。袂歹啦，规支好菜头啦，讲110几吧。在养猪大县云林肉品市场7号毛猪拍卖，平均价格大约落在1公斤95块，甚至比猪瘟爆发前均价91.77块还要高。因为这一段15天内，冷冻场的猪也真的是猪到快没有了，然后大家会害怕说。我以后如果再发生一样的事情，因为现在没有进厨余，完全是一个未爆弹嘛。15天禁令解封，供给量大增，刚好被冷冻猪需求补回，价格稳下来。但旧责风暴还在卷，像这样的报告退回啦，请你重编。怒丢台中市府的猪瘟报告书，炮火连连，让大家担心，我们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所以秀燕在这个地方先向大家鞠躬致歉。台中市长卢秀燕7号在议会专案报告再度鞠躬道歉。台中市府也承诺将加强营养午餐检验，还有暗场查封，希望止住这场猪瘟风暴。好，这个猪肉怎么办？宜珍，新北到底怎样？这个非洲猪瘟的解封第一天呢，其实我们新北市长侯友宜呢，今天就再度前往了新北市的肉品市场。那据说呢，好像也去吃了卤肉饭哈，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市长走进议会是整脸笑眯眯的哈。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卢秀燕市长呢，在过去这15天内，说实在的，我认为他其实表现出来非常好的这个所谓战略定力。这什么意思呢？第一个，他其实非常专心的去处理猪瘟的议题，他不陷入这个所谓的这个口水战，他呢同时呢也是忍辱负重哦。他等到这个疫情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之后呢，你看他明快的道歉，而且让这些没有听从这个中央一些指令，没有按照这个规则来走的这些局处首长负起政治责任下台。所以我认为呢，卢秀燕市长尽管过去这15天有点风风雨雨，但是我认为这是社会大众对一位市长他处理危机的一个期待。所以你看得出来，其实像现在这个非洲猪瘟，尽管民进党再怎么打，然后造了非常非常多的谣，比方说这个邮寄检体违法呀，这个消毒混乱啊，这个查厂进度落后啊，然后有的没有的，制造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社会恐慌。刚刚还看到这个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还在带头吃所谓的卤肉饭啊、肉燥饭等等。请问一下，当我们这个非洲猪瘟终于成功的堵住，除了这个暗场之外，其他都是阴性，大家开始这个猪瘟啊，这个猪肉所谓的解禁。请问一下，现在这个病毒到底哪里来？边境怎么样的破防？中央到底有没有一个交代？就是没有啊。哎，台中副市长，对，我觉得这次对台中市政府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跟考验了，因为毕竟非洲猪瘟它是一个对猪只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疾病哦。那另外一个就是它牵涉到全台，你看有15天了，禁运禁载，那它牵涉到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一些猪肉商，它没有办法贩卖猪肉加工品，没有办法制造等等哦，牵涉范围是广的。那所以当然对于卢市长来讲，我觉得他这一役其实那
个挑战非常的大。那他最后也惩处了3位这个局处首长环保局长、农业局长等等，对，还有动保处长哦。那他自己很少看到卢秀燕亲自这个2度的这个道歉哦。他今天到议会的时候，他也是道歉，他觉得对这个整个台湾社会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影响，他觉得他还是有责任哦。所以我觉得勇于承担，然后扛起责任，然后去面对问题、处理问题，然后化解危机。我觉得至少他在爆发之后到目前为止，他整个处理他是有程序、有步骤的，而且他后来他是每天自己盯着开记者会，都是跟着中央一起哦。那所以问题来了，其实就是面对。那当然回过头可能就要去检讨，就是说局处他在这个相关的这个管理稽查的时候，是不是过去比较疏忽这一块？特别是大家可能非洲猪瘟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进来，所以大家有一点疏忽掉了。那我觉得民进党反而应该要检讨，是说民进党完全没有检讨，中央也没有检讨，就是说这是从边境进来的。那照道理来讲，是中央跟地方都有一些疏失，所以应该是要共同检讨。但是你可以看到民进党态度就是全力的这个攻打卢秀燕就对了，就要把它打下来。但是对于他们中央边境失守，到底是从哪边进来的？我在咨询的时候，这个农业部自己承认啊，之前你从高风险地区回来的时候，你那个手提包要过那个 X 光机。就有人挑战公权力说，我不要，可不可以？因为他聘的只是保全人员，真的就可以不可以？就是我可以不用就接受检查，然后就走掉了。那如果他包包里面就是有肉品，就这样子过了，所以他自己的漏洞很大嘛。民进党坦白讲，苏贞昌是很凶，但是他的凶是有作用的。当时非洲猪瘟这个其他国家起来的时候，他第一时间他就冲到这个桃园机场，因为他知道破口在这里嘛，所以他就是要做这件事。请问卓荣泰上任之后，在非洲猪瘟这件事情，他有好好的去做吗？另外一个被我抓到的是农业部啊，他们在5月份有开中央的猪瘟应变会议，里面写到说，我们要加强对于这一些蒸煮厂的查缉，有吗？我咨询的时候就问他们，讲不出来嘛？你强化在哪里？加强在哪里？因为那时候端午节嘛，就是会有很多的肉品。5月其实就有这样子白纸黑字的写。他有去稽查吗？没有。然后一问到环境部的时候，就推给地方说，那个稽查就是地方要去稽查，那你中央的督导责任呢？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中央跟地方当然都有责任，但是民进党呢，把一个防疫的事情呢，变成很大的政治操作，这一点也应该要被谴责。继续再回来。好，今天立法院啊 ，NCC 委员提名4个要投票了啊，他们也都报告过了嘛哈。那蓝白联手封杀 NCC 提名啊，说只有封杀行政院才能正视 NCC 的信任危机啊。原来听说国民党里面有2派啦，一派认为说通通封杀，一派认为说通过一个通过一个。好，原来大概想给黄薇薇通过了哦，但是呢，这个交通委员会的这个陈雪生啊等他们这些委员认为说，如果你通过一个 NCC 就可以开会了。没错，原来3个都是绿的，你现在通过一个有什么用？所以呢，他们据说国民党里面有讨论有辩论，那民进党是决定全部封杀，国民党后来也决定全部封杀，所以呢就一个都没通过啊。那民进党全部投不同意票。黄国昌说：“你们提名是学界的小白兔嘛，对不对？既不懂通讯，又不懂传播那还来做主委好像黄国昌有这样的意思了哈。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是说，提名学界说的傀儡，业界说我如果提名学界，你们就是要傀儡了；如果提名业界，你们就骂酬庸了。所以呢，你不帮我们搞瘫痪了民进党的反驳反骂回去那卓荣泰说，我已经递了半个橄榄枝了。”橄榄园啦，半个橄榄园那在野党提出人选才会通过，那我们都通不过吗？他们这里提的4个有1个叫做国民党籍，有3个是无党籍。但是呢，那这样的提名国民党籍，国民党应该通过但是国民党好像对国民党籍也有意见，我就不讲细讲了就也有意见，也没有要通过他那另外呢，蓝白封杀的 NCC 人士卓荣泰强硬反击，重新思考未来合作模式。那
要战斗。你现在以前有合作吗？不知道到现在为止也没合作，所以合作说是这样，不是说我提了一个无党籍，提了国民党，就是理论上是要各党他们自己提出他们认为建议的人选，然后再来协商。比如说现在 NC 有3个是绿的，那将来4个，对不对？或者至少3个要蓝白嘛。对啊。那这时候你国民党是不是提2个，民进党是不是建议1个，然后再来协商？你这样才叫做合作。你现在叫什么合作呢？你现在根本没有合作，也没协商，你就提出人来了，对不对？然后就你们要给我通过，然后呢说以后我们会，而且之前你不是发动大罢免什么，都是你干的。是啊。你哪有对在野党释出一点点善意？没有的，一点都没有哦。那另外呢，这个说非洲猪瘟破口，淘宝又变成健保，因为说是不是有进来这大陆猪肉哦？公民说我们没有要让他们落地啊，他们并没有落地啊。那会不会下架淘宝跟拼多多？陆委会说我们不会封网域，违法得处理哦。那到底封不封？你不让它落地，你不让它台湾注册，它照样卖啊。我不想就跟 Netflix 一样，跟那个什么那个大陆那个电影叫什么爱奇艺一样啊。你不让它在香港在大陆，台湾照样去买它的啊。你还管不到它，也抽不到它的税，有很多人你是管不到的嘛。那陆委会说，淘宝有3大违规行为，折价广告、单身节活动，在北捷买广告都是违规的，所以呢，他也没有电商执照，也不负营业项目。那你现在要怎样呢？是要封杀吗？还是怎样呢？所以呢，联合报的评论说，你与其封杀淘宝、拼多多，不如花点力气清空诈骗吧。现在诈骗那么一大堆，我们看一下。现在请公证人员布置投票所，并请投开票监察员执行监察职务。委员不足的 NCC 行政业务停摆1年多，立法院行使人事同意权投票新委员，民进党团对在野深深换。那我们党团已经决议，就是一致支持在野党的杯葛，造成了延宕多时。那我们希望呢，接续下来能够让 NCC 顺利恢复运作。行政院提名2位正副主委蒋荣宪和具国民党籍的陈明修，2位委员黄薇薇和罗慧文，但蓝白决议要一致封杀。如果说今天民进党能够因应现在新国会所代表的新民意的话，那也可以来请这个在野党来推荐人选。你卓荣泰提了一个从学界出来的小白兔，又不懂电信，又不懂传播，那你提名这位被提名人是去当橡皮图章，还是比较好操控的傀儡？封杀代表 NCC 要继续停摆，因为法定要有7位委员，4位过半才有办法做成决议。电视台换照、裁罚和颁布规则，但先前蓝营不断喊话 ，NCC 委员应该要具备政党推荐资格。陈明修被封杀的原因是他只具备党籍，从没缴过党费，更没有人认识他是谁。浑水摸鱼，想要提出这种擦边球的人选，想要试图的让在野买单，我们不会欺骗自己，我们也绝对没有办法昧着良心去放水投下这一票。被提名人虽然具备政党资格，但对在野党来说，要的是被行政院征询意见，而不是重述就好。你们先决定都封杀是吧？是我们今天早上开了这个党团的会议，然后在会中一致的决议，而且其实不是第一次决议。我们大概在2周前，我们党团内部有一个共识会的时候，委员就各自提出来自己的想法，包含像是被提名为主任委员的这位蒋荣宪他其实根本没有电信通讯还有媒体传播专业的背景，所以几乎在这个被咨询的时候，他几乎是没有办法回答。那另外有2位委员呢，他们曾经担任过这个镜电视还有3立的自律委员会，可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些很多的电视新闻台可以说是假新闻、假讯息满天飞，自律都做不到了，还让他去当 NCC 委员，那真的是太夸张了。不过我觉得我还是想要驳斥一下，刚刚看到这个钟嘉宾委员他说在野党在瘫痪国家，还有瘫痪机关，到底是谁在瘫痪国家？事实上呢，这几位委员大家知道，他们其实在这个去年的时候，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接到咨询，最早在去年，然后最晚在今年，他们都同意了。可是这个名单一
直不送到立法院来是为什么？就在等大罢免啊！他们就是知道要等到大罢免之后，他们能够过半，这样子的名单才能够被通过。所以到底是谁在瘫痪国家？真的不要再欺骗大众，也不要再告诉人家说 NCC 现在不能运作 ，iPhone 不能上市，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谎言。邓军。我想哦，在这个人事案上面哦，当然在野党有不同的想法，但是问题是现在 NCC 的停摆，当然也影响到不管是电视台或者是电台这些换招，这是事实哦。那当然，接下来到底要怎么解决哦？这个我想执政团队跟在野党大家有赖大家的智慧共同来解决了。那刚刚大家有提到说有关这个淘宝哦跟这个拼多多在台湾的这些相关的折价广告或者是促销广告违法的情势哦。那第一个是我觉得还是要讲清楚，就是中资的公司在台湾，那他进来的时候，他必须通过审核。那这些审核，他有没有相关的电商许可？这个是一翻两瞪眼的事情。那现在很显然的，包含说像是淘宝、拼多多，目前是没有相关的电商许可。所以他如果没有电商许可，他自然而然在台湾的这些刚刚讲到他的什么单身节啊、什么折扣活动的这些广告，那在台湾他所进行就是违法的行为，而且他登记的业别也不在这个地方。那所以。大家现在讲说啊，这个是不是有特别针对这些淘宝，然后是因为这个非洲猪瘟？我觉得这个不用这样想了，好像就单纯是因为它的资格上面就是有问题。林玉敏，我觉得 NCC 的人事案哦，卓荣泰真的是讲得太过头了。他说我已经送出了半个橄榄园哈，真的没有。其实我觉得如果要尊重这个在野，因为毕竟现在在野其实是最多数，你可以比照中选会，你让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可以重新去提人选，我想这整个会更顺利的通过。毕竟台湾人才济济哦，这个我们一定也保证会推出最好的人选，然后让最优质的人选可以在 NCC 里面就是为大家服务。这个淘宝如果被下架、被封杀的话，最痛苦的就是绿营的朋友啊！大家看看沈伯洋，他从这个淘宝买了一大堆东西，低买高卖给这个支持黑熊学院的朋友们。那还有呢，这个林俊宪委员呢，他从这个对岸买了这个小提袋要送给选民，疑似好像也是从这个淘宝上面购买的。所以这个淘宝这么多的使用者，如果民进党因为意识形态随便找个法令要去禁的话，就请便；如果不禁的话，禁抗中保台就只是纸上楼台。南俊，不，民进党是在他们政府，我觉得我们民进党这个政府是很荒唐了哈。第一个，本来在淘宝、拼多多上面呢，你就不能够买任何的这个食物的，这你是进不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哎呀，你没有落地啊，所以你不可以插播广告。他真的来申请了，你要让他落地吗？那民进党本来就不愿意让他们落地啊，而且很多民进党的立委说，哎呀，不得了啊，不能够让他们的进来啊，否则的话会影响我们的业者。这不是民进党这边自说自话，自己在演一出这样子大的逻辑，这演给谁看？